这台电链锯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，你还别不信啊，这机主告诉我的。在我开店的第1年呢，拿过来让我修了一次。我记得当时呢也是个小问题，好像是换了一对碳刷还是什么东西啊，我现在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今天拿过来修已经是第3次了，上次这根电源线也换过，因为老化了嘛，电源线不行了。然后今天拿过来的话是什么问题啊？它也是锯着突然就不通电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，结果我拿过来拆开看了一下，检查了一下，发现是这个线圈有问题啊。我们重点来说一下，它这个机子是10多年以前买的，但是这个定子的话是铝线的啊，你没有听错啊，确实是铝线。当时这个机子买的话，价格也蛮贵的啊。那为什么当时用这种铝线的定机还这么耐用啊？那这个问题呢，我也解释不清楚。反正现在市场上面的常卖的电链锯，基本上啊，我不敢说100%，99%的话都是铜线的，铝线已经没有人卖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钻子啊，你看这个钻子就知道了。以前的这种老钻子，铁枫叶啊，然后这个上面你看一下这个做工啊，还是非常好啊。我怎么感觉，反正以前这种绝缘漆啊，把这个铜线保护的特别好，你看一点损伤都没有啊。然后这个换线器这边磨损也不是很大，轻微磨损，这个钻子还是没有问题啊。以前做动平衡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钻子，感觉都是用手电钻钻了这个洞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以前机器没有那么先进啊？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做的钻子啊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市场上面常见的这种钻子的话，现在做动平衡都是用洗刀啊直接洗出来的，你看一下。然后像以前的话，这种钻子都是手工扰制啊，这个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确实是以前用手工扰制的钻子很多啊。这一台不知道是不是手工扰的，反正这个我看不出来哦。那好的，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，铝线电机啊，这个铝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接啊才比较牢固呢？那现在我准备了一根电源线啊，这个是一根普通的电线啊，然后它这边以前的话也是焊接的。焊接的话要怎么焊接啊？我们先从这边穿进去啊，我们先从这个槽里面穿过来，因为这个导线的话是从这边引出的，那我们要先从这边来接线，然后再拉进这个槽里面啊。这个绝缘管的话还在这个槽里面，我现在是从这个绝缘管里面穿出来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铝线的话，像这种铝芯的气泡线，它是上不上锡的，那我们只能把这个铝线给它刮一点点啊，把这个皮给它刮一下。这个一定要刮干净啊，不然的话接触不良，后期还会烧断。我们也只能尽量的让客户耐用一点啊，也不能说保证永远不会坏啊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皮已经刮掉了，刮干净，刮干净了啊，刮亮了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我们准备好的这根导线，把外皮剥掉一点啊，大概剥掉2厘米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拉出来一点点，稍微，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散开一点点啊，散开一点，然后缠在这个铝芯线的这个外表上面啊，这样包一层给它，就是包在我们刚刚刮好的这个地方，给它包一层啊，这样包一层。这里前面多余的一点啊，把它回折过来，把它压紧，这个把它压紧一下。我们用钳子把它夹紧，也不能太用力啊，因为这个铝线一用力的话会断。接下来比较关键啊，我们要给它上锡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铜线把它包裹住了啊，我们直接把铜线外表上锡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个焊接的话已经完成啊，这个上锡工作已经完成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我感觉这样已经很牢固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它拉回去啊，这个我们操作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再把这个线搞断了。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根套管在里面哦，我们没有拉出来，直接拉进去就行了。好的，已经到位了。已经拉进去了这边啊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，我们用万用表来测试一下通断，看一下我们这个线接的怎么样。1.5，
我们再看一下对面的 1.5， 啊，平衡了，两面组织一样，那说明这个接线呢没有问题啊，我们直接装机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装回去啊。以前这种塑料外壳，它这个是那种生胶啊，感觉就是用力一拧的话它会破，所以这2颗螺丝的话，我不敢用电劈打，我怕把它打爆了，我直接用螺丝刀给它拧进去就行了，把它拧紧一点就 OK 了。这以前我上过很多当 ，OK， 已经拧紧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耳环给它装好。OK， 把这个线捋到一边。OK， 这个线你想完干嘛？捋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转子的话，这边换向器啊，我感觉有点脏，我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，稍微的。OK， 装机。OK， 现在已经搞定了，我们来试一下机子。这个转子这边稍微有点火花，毕竟已经使用这么多年了，有点火花也正常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